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杨幂和赵丽颖为什么会落选本届金像奖最佳女配角提名？杨幂与赵丽颖双双落选第44届金像奖最佳女配角提名，这一结果既是影片结构与评审机制的双重制约，也是85花群体转型路上的一道现实考题。在陈可辛执导的《酱园弄》悬案中，杨幂饰演狱中女囚王许梅，赵丽颖饰演知识分子西林。看似突破性的角色却受困于影片分段上映模式，杨幂的核心戏份集中于上部，虽贡献了吃蛋糕、颤抖、求福、哼唱等高光片段，但角色深度被压缩。赵丽颖的故事线则主要在下部，评审仅能依据未展开的碎片化表演评估。更关键的是，该片豆瓣评分仅5.9分，被批明星堆砌、叙事崩坏，整体口碑弱势，波及配角竞争力。相较之下，女主角章子怡贯穿全片的7分钟独白长镜头，以完整角色弧光撑起核心叙事，其提名反衬出配角塑造的局限性。本届提名名单揭示出奖项的深层逻辑：一、本土保护倾向，最佳女配角5席提名者魏诗雅、彭丽明、鲍起静、惠英红、邓涛均为香港演员，印证金像奖对港产班底的倾斜。惠英红、鲍起静等戏骨凭借生活化表演和复杂情绪层次，构成极高的入围门槛。二、合拍片演员的生存困境，不仅是杨幂、赵丽颖《蛟龙行动》《射雕英雄传》等合拍片中的内地演员申报同样全军覆没。金像奖评审采用125人初审加专业属会终审机制，内地演员需跨越双重文化审美过滤。三、流量与艺术的错位，尽管二人自带话题热度，但金像奖更看重表演的持久深度。酱园弄上映前过度营销女配之争，被指消耗作品严肃性，反令评委产生抵触。此次落选折射出流量演员转型的共性挑战。奖项履历单薄，杨幂尚无主流电影奖项提名，赵丽颖虽有电视剧飞天奖、金鹰奖加持，但电影领域仅获百花女配非3金体系，缺乏权威背书。角色资源壁垒，市场给予85花的电影资源多为镶边配角，如酱园弄中二人戏份合计不足15分钟，难以承载复杂表演。反观21岁新人许恩怡凭无名指提名影后，凸显评审对突破性角色的偏爱。观众期待落差，观众对其生万物小成大事等剧集突破的认可，未能转化为电影奖项通行证，暴露大众审美与专业评审的割裂。真正的破局需回归表演本质，跳出舒适区。杨幂在《生万物》中素颜演农妇，赵丽颖在《虎狼之路》尝试方言角色，证明放下偶像包袱才能触及真实。慎选合作模式，合拍片并非唯一路径。独立文艺片或作者电影更能提供表演空间，如周迅早期通过厘米的猜想实现突破。正是奖项意义，奖项是标尺而非终点。惠英红历经30余年打磨方成3金影后，印证演员生命力需时间淬炼。这场落选风波，表面是奖项角逐的偶然，实则是行业规则的映射。当流量光环渐退，唯有以角色位刃劈开偏见，用时间浇筑表演厚度，方能在这场漫长的转型马拉松中抵达新里程碑。二、赵丽颖、杨幂全程陪跑。金像奖女配厮杀太惨烈，惠英红或成大赢家。今年的金像奖太勇了，凡是想来金像奖镀金的流量，全都被拒之门外。比如徐克执导、肖战主演的《射雕英雄传》，每一项都报名了，结果0提名。再比如陈可辛执导、章子怡主演的《酱园弄》，不管是报名最佳男配的易烊千玺、李现、
还是报名最佳女配的杨幂、赵丽颖都没出现在提名名单上。这回粉丝们不用争了。但也正因如此，今年的金像奖角逐格外激烈。其中，最佳影片包含了《风林火山》《寻秦记》《酱园弄》等作品。最佳导演的提名中，以陈可辛赢面最大，转型做导演，执导了《女孩的舒淇》竞争力最强。不管哪部作品，哪位导演获奖，均无异议。相比之下，最佳男女主和最佳男女配依旧是最具悬念的。最佳男主角：张继聪金童，古天乐私家侦探寻秦记，梁家辉捕风追影，陈家乐像我这样的爱情。为复兴港片做出不少努力的古天乐，直接凭借私家侦探和寻秦记两部作品提名，增加了获奖概率。同期的竞争对手还有张继聪、陈家乐两位港片新秀，以及15次获得提名、4次揽获金像奖的梁家辉。单看作品质量及演技，最应该拿影帝的还是梁家辉。他在《捕风追影》中饰演的反派，完成从狼爸到孤狼的转变，在人性与兽性间丝滑切换，精湛而又震撼。古天乐虽然2度提名，但有一说一，他在《寻秦记》中的表现中规中矩，不及林峰的表现精彩。而在《私家侦探》中，也属于稳定发挥，少了点惊喜感。如果有梁家辉在，影帝给了古天乐，金像奖大概率会陷入有失公允的质疑。最佳女主角：许恩怡无名指，马丽水饺皇后，章子怡酱园弄悬案，陈法拉赎梦，廖子瑜像我这样的爱情。两大内娱影后马丽和章子怡面对的是中国香港的年轻演员廖子瑜和许恩怡，以及回归港片的陈法拉。虽然对手有老牌演员，也有天赋型实力派，但马丽和章子怡依然有望拿下影后。水饺皇后对马丽来说是一次表演上的颠覆，同时也是实力的例证。过去喜剧为主，观众对马丽喜感的关注胜过演技，再加上神马组合的号召力，也很难让大家看到个体的实力。这次马丽独挑大梁，将人物演得心酸又温馨，数次让人泪目，感染力爆表，拿影后必然是实至名归。而章子怡在酱园弄中饰演的杀夫詹周氏，则是让自己的演技进入了新的 level， 绝望悲痛到麻木，再到找回求生的本能。即便看过她在《一代宗师》等作品中的表现，也依然会被酱园弄中的章子怡惊艳。章子怡换头式的形象反差，也有别于过往的角色，实力与敬业共存。最佳男配角：杜德伟《风林火山》，陈湛文 UFO 离奇命案，袁富华水饺皇后，黄又南又见 UFO， 林嘉熙拼命三郎。在这些男配角中，几位港圈演员如陈湛文、黄又南、林嘉熙，对内地观众来说虽然陌生，但他们获得提名完全是凭实力。不过获奖的几率很小。一个是在《风林火山》中把雅痞疯魔演到极致的杜德伟，将自身与角色的魅力值发挥到顶格；一个是《水饺皇后》中的袁富华，仅用几个镜头就让无数观众泪失禁，而他也已经凭借着这部作品拿下了金鸡奖最佳男配。杜德伟和袁富华是最有希望拿奖，也是竞争力最强的两位。但如果论表演的细腻程度，以及角色演绎难度和整体的完成度，杜德伟就逊色于袁富华了。糖水不用积极的生活态度面对艰辛，他的底色是温情而又善良的，不仅更讨喜，还让人十分心疼。在《水饺皇后》这样一部大女主戏里，戏份不算多的糖水伯能够脱颖而出，恰恰是对袁富华实力的证明。从人设到自身实力都占据绝对优势。最佳女配角：魏诗雅再见 UFO， 滕丽明寻秦记，鲍起静风林火山，惠英红水饺皇后，邓涛女孩不平凡。
没想到厮杀最惨烈的会是最佳女配。魏诗雅去年提名金像影后，已然证明她的绝对实力，今年放在最佳女配行列中，无疑是拔高了这一奖项的含金量。邓涛是近几年逐渐崛起的中国香港演员，在提名女配的同时，还获得了最佳新演员的提名，又是天赋拉满的演员。而《寻秦记》中滕丽明的稳定发挥让人挑不出错，这种堪称教科书级的演技，不拿奖似乎说不过去。鲍起静在《风林火山》中饰演的欢姐，戏份相当有限，但朴实的外表下却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杀手大妈。这是影片中最让人意想不到，也最有反差感的角色。而鲍起静也曾拿下过金像影后。同样有着影后头衔的，还有凭借《水饺皇后》提名的惠英红，妥妥的老将出马降维打击，把她放在影后行列中与几位演员竞争，也完全不会落入下风。正是因为女配角们个个实力强悍，才更难以抉择。但要说赢面更大的，还得是惠英红。在演技不相上下的情况下，还得从其他方面做考量，不管是作品本身的传播度，还是演员自身的观众缘，惠英红都没有对手。不过话说回来，今年的最佳女配角一定是最没有争议的奖项了。结语：从金像奖的提名和选人标准来看，对流量拒之门外的做法，无疑是释放出了一大重要信号。作品好不好，看的不是流量，演技好不好，也从不跟人气挂钩。即便提交报名的顶流一抓一大把，但金像奖还是选择彻底去流量化，这也说明流量时代真的要过去了。当作品专注品质，当演员靠演技吃饭，中国电影才能越来越好。对于这一次的金像奖提名，你有什么看法呢？